比特币价格出现了破败信号，快速收回。收回之后，现在在反弹路上，最高是到61400。接下来盘面会怎么走呢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来到比特币的盘面，先看一下日线。日线昨天收了一根倒置糖葫芦线，伴随着量能放大，有一定RB吞没的感觉。用阳线把前面这个阴线的下跌给吞没掉了，而且走的位置也比较有意思啊。它的底部呢，似乎是要走一个开口的喇叭形。喇叭形呢其实是不太好的整理形态，倒不是说它会直接在这里进行下跌，而是说即便再往上也会触碰到喇叭的上沿，仍然是有震荡继续下行的概率。我们来看一下交易密集带啊，目前最大的位置呢是在62000到63000的这个区间啊，那也就是上面这一大坨。如果它就比特币价格呢还处在这个下方，往上去反弹，遇到这里的话是要遇到强的压力位。来到压力的话，有人会选择解套，有人会选择砸盘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能不能站上63000，要打一个问号。如果站不上的话，还是有继续下行的概率的。解释一下比特币为什么最近价格上蹿下跳，涨的话就涨几千，跌也是跌几千啊，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一根长长的上影线？包括今天这一波上涨，我们也不能说是买盘把比特币买上去了，核心原因是现在市场流动性比较单薄。那根据 TOS 的它的资料，比特币2%深度的订单部规模从5月初大概还有7000万，到6月底直接腰斩，剩下3500万到4000万。还有全市场的现货交易量，第二季比第一季掉了28%，只有2.32万亿美元。可能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订单部深度啊，那大白话解释就是说，你之前去菜市场买水果或者买菜，菜市场的话有100个摊贩，你要买比如说1000斤的西红柿或者是什么其他无所谓，没关系啊，随便买，因为都不会影响价格。现在市场上从100个摊贩变成了30个，那你买1000斤的西红柿，价格就可能涨一大截。反之，如果你卖1000斤的话，那也会就是价格会迅速砸下来。对现在的情况就是市场变浅了，承接大额订单能力变差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还在57000，那今天就可以冲到6万，涨得飞快。不是因为买盘真的有多么汹涌，是中间没有多少挂单挡着，稍微一点买盘的话就可以把价格拉上去。我们继续回到盘面来说一下小级别啊，小级别我们大家可以放大这个破败信号去看。昨天这个跌破呢，它其实跌破的是前方低点，并进行了一个下扫，下扫之后呢快速收回，伴随量能的放大，是绝对的一个破败信号。那这样一个破败信号出现，对应着一个 AMD 的形态，前面这一大坨的话都是 A 区，那 M 的话是操纵区。根据操纵区，我们来测量一下对应地区的价格范围。那目标的话已经来到了目前的是61000，上方的话就是62000到63000附近，那这也就是我们地区的顶部。最好的剧本呢是拿掉上方的流动性，然后在这里选择横盘震荡或者是震荡下跌，那这都是比较能够接受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盈利与亏损供应量数据图显示，蓝线呢代表全网处于盈利状态下比特币数量，红色代表亏损状态数量。那最图表右边的那个红色历史性向上穿刺的蓝色，这就意味着目前超过54%的比特币筹码呢都是亏的，大量的人都在割肉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主力不来吸你的筹，那他什么时候来吸你的筹呢？我们来刻舟求剑一下，历史往往都是出现在这种时候，都是大底。那往前来看，18年年底熊市奔到3000多块，红线的大幅超越蓝线，超越之后就迎来19年小牛市反弹。20年3月份也是两线急剧交叉，最后呢迎来21年的大牛市，然后22年年底也是一样，红线已经触及历史最高分，随后开启了本轮冲击10万的大牛市，所以现在这个市场状态呢是在底部，但是还不太支持很快的反弹。比特币现货 ETF 仍然在净流出的状态，虽然最近全网都在拿 ETF 流出唱衰，说美国现货 ETF 6月单月净流出45亿美金，是上线以来单月最高纪录，接着就断言比特币没人要，牛市结束，接下来可能会跌到3到4万。今天丢一组数据啊，那就在 ETF 持续流出、散户疯狂赎回的这几周，比特币长期持有者地址逆势增长，大概是27万枚比特币。27万是什么概念？等于 ETF 跑出的所有抛压筹码全部被这群人接走，甚至还不够接。一边是散户主导 ETF 资金夺命逃出，一边是长期机构大鲸鱼默默 DC， 这就是币圈最经典散户割肉机构抄底这一个剧本。那只是大多人被这个恐慌蒙了眼，完全没有察觉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机构买这么多，怎么价格还在跌？那答案也很简单，短期价格从来由情绪和恐慌盘决定，散户逃命不计成本砸，短期卖压盖过买盘，价格自然被压制。
讲到抄底，就不得不提微策略啊。微策略的话，它在7月1日啊，也就昨天，STRC 年度股息率上调50个基点至12%，上调50个基点至12%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它的目的就很简单，是为了将交易价稳定在$100面值附近啊。所以昨天 STRC 的股票是有涨的，大概涨了12%点多。那但是其实我们对这种方法是嗤之以鼻的，因为有点像亡羊补牢的那种方法。就它上调这个股息呢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进行，就是购买它的股票，然后这个股票呢用于比特币的购买，所以呢还是牵扯到那个就是恶性循环的那一方面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它还是有动作的。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分享宏观面信息了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宏观面的分享。今天晚上，也就是北京时间周四晚8点半，会公布美国的非农数据。美国这边的话，周五因为是股市休息啊，他们好像要过什么国庆节是吧？说这个数据出来，如果是利多，再加上节日主力不上班，就容易引发散户在周末假期期间把价格进行买涨。那这个非农数据的话，我们怎么看？简单来说，它的前值是17.2，预测值的话是要降到11的。预测值的话已经比前值有大幅的腰斩了，大家就认为这个就业会比较差，所以预期在这里放着。接下来就要看实际公布值，如果实际公布值高于15，也就是说即便它下降，但下降没这么多，降到15或者15以上，对于市场来说就是利空消息。如果公布值是低于预期，低于11，那对市场来说就是很大的利好，那说明就业非常差，要赶紧停止加息或者是轻微降息去缓解市场压力。最近沃什也出来发声说通胀风险有所下降，重申维持物价稳定的决心啊。对这样的一个声音来说，市场是比较趋于缓和的。但是美国5年期公债收益率已经升到4.22%，为什么要提到美国公债呢？如果你买美国公债，可以每年稳赚4个百分比以上，几乎是零风险。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去买比特币？那说真的，联准会政策还是比较翻来覆去的啊，比翻书还快。去年年底还说今年要降息好几次，那结果今年不仅不降，还有升息的概率。整一个市场呢，也是被耍得团团转啊。那每次联准会就官员讲话呢，行情就要抖三抖，没办法，现在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是要看联准会的脸色吃饭，币圈也不例外。所以大家操作一定要留意联准会的讯息，不要跟宏观趋势对着干。说到这里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，需要趁手的工具。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，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，全球第一交易所，给到全网最高20%交易减免。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，同样有20%手续费减免。另外，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，有减免，期期都有肉吃。白币者最高30%手续费返现，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。该次 IO 注册赢取135USD 新手入门礼包。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，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，注册也有20%手续费减免。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，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。我们可以错过机会，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。